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：如何正确理解渡人的含义？一，有人问师父，有的人总是急着度众生，但效果不一定好，到底什么样的修行人才能度众生呢？智空禅师开示：一般来说，修行未达到一定水平的人还不具备度众生的资格，这时候度众生可能适得其反，会增加自他烦恼。你可能说，难道我不管别人，只管自己？回答是，这涉及修行先后顺序与度众生能力的问题。自己还在混沌的状况下，怎么去帮助别人？你首先应该做的是照顾自己生命的不堕落，自己智慧的增长，自己能早日成就，以及获得帮助别人的能力。我经常看到一些学佛的人，口口声声说我要度众生，但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智慧与能力去度别人。如果插手他人的因果，只会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得乱七八糟。可能有人说，你这么说，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帮助众生吗？发愿帮助众生是可以的，但实际操作需要随缘，更需要智慧。没有智慧的人帮助他人往往会执着，只是业力交换罢了。其实修行回向也能帮助到众生，建立成佛度众生的愿力，修行功德的提高都会帮助到众生。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自己因地中解脱轮回的愿力或成就佛国的愿力，并修行成就。当自己有能力不受轮回控制时，再去谈如何度众生。二，有人问，弘扬佛法时，别人很难听进去，如果靠一些外道的神通让他们信佛，这样的做法对吗？智空禅师开示：第一，从佛法的观点来说，我们要做的是先自己了生脱死，再随缘度众生，不必为了别人信佛去做耽误自己修行的事，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业力都不同。我们可以发愿度众生，但这件事只有我们自己成就后才有能力去落实，否则就是一盲引众盲。第二，就算你用神通满足了某些人的要求，他也可能只相信神通，而不是相信佛法的真理。况且外道也有神通，这样的话怎么能证明佛法的伟大呢？度众生是让众生明白佛法的真理，让众生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而不是神通。总之，不管能不能以神通度得了人，佛陀的教法要求是不能用神通惑众的。所以度人时，要看这个人被度的缘成熟了没有，要随缘而行，最好用说理的方法，让他慢慢升起对轮回苦的认识，进而了解佛陀的教法，这是唯一应该去做的事。三，徒弟，以前认为师父来了就一定要讲法，弟子无知。智空禅师开示：讲法的形式是多样的，我坐在这里什么都不说，也算是讲法，对大家一样有加倍。另外，讲法要看缘起，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，不管有没有效果，为讲而讲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我在网络上开示，只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实修问题。你们问出问题，我有时解释，有时鼓励，有时批评，帮助你们修行进步，这是我的讲法方式。佛说一切法，为治一切心。
你无一切心，何用我来讲什么法？4. 徒弟，请师父度了徒弟们再走。智空禅师开示，这个问题好大呀，怎么才叫度了？这一生，我为你皈依，建立了师徒关系，就像风筝，无论你如何飞，我手里还有条师徒缘的线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就算度了。当然，如果说这一生全部度你们到开悟的水平，这个我也做不到，因为这不符合缘起的道理，这一点连佛陀都做不到。只有那些因缘成熟的徒弟才有可能开悟，而有些徒弟由于此生对我的信心不足，或他自己有业力障碍等等的理由，不可能在此生开悟的。不过，让大家开悟，确实是我一直以来发的愿，让所有与我有缘的众生达到不退转地。